但这样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一伦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持续要带您来关心中东的战局哦。现在呢，确实哦，整个好像全面开战一样。一轮先带大家赶快来先解析一下，从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开轰之后伊朗其实也对了美军基地跟设施包含像是卡达、阿联、科威特、约旦。这个伊拉克等等的都有进行攻击。好，最新的就是这个他们在28号到3月1号，伊朗多次对巴林的美军基地发起了打击。好，巴林的首都麦纳马上空浓烟滚滚。那巴林官方也证实美国的海军第5舰队有遭袭，但是具体的毁损程度跟伤亡情况都没有公布。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刚刚画面，还有我们现在这个就有2月25号跟3月1号的卫星对比图也曝光了原本是蛮清晰的，就现在变成这个浓烟滚滚那可见这边也有战火。好，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是对这个事情有发出声明，他说当天伊朗通过大规模无人机的导弹袭击，那瞄准的就是巴林的谢赫艾萨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好，那声明还说这次袭击当中有20架无人机跟3枚导弹击中了目标。那该美国的空军基地的主指挥部大楼被摧毁，燃料库被点燃，还有火焰跟浓烟冒出。但是截至目前为止美国跟巴林方面都还没有发布相关的消息，所以我们唯一能看到的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好，那当然美国的官方也证实了说哈米尼呢支持者有闯到美国的领事馆，而且陆战队是罕见开火。好，我们来看到这是2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美军的陆战队当时朝着示威者开枪，为美军在外交机构罕见动武，这恐怕也会加剧地方当地的一些紧张局势。好，那现在川普到底想什么呢？我们看到他现在也放话他说我还没有开始用力揍伊朗，对伊朗的空袭还不算数，恐怕还会有下一步的行动，因为他说他不排除要派地面部队。那他就讲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展非常顺利，但是大浪还没来，真正的大动作很快就会发生。他说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狠狠的打击他们。那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也特别开记者会一样也是炮轰。我们来听一下。If you kill Americans, if you threaten Americans anywhere on earth, we will hunt you down without apology and without hesitation, and we will kill you. 威胁如果你是对美国这边有杀害的动作的话，我们就也会反击。好，赫格塞斯补充美国明确的目标就是要摧毁伊朗的飞弹威胁，摧毁伊朗的海军，而且要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好，那确实我们也看到了嘛，哈米尼死亡之后，那他们代理的最高精神领袖阿拉菲他上任不到1天，结果又传出被炸死了。好，我们看到他这个死于是以色列新一波的空袭，那目前有关单位还没有对此来做出回应。但是呢，卢比欧他有特别讲说华府知道以色列将要攻打伊朗，好，那德黑兰将报复当地的美国利益，因此美军我们是先发制人的打击。好，但是呢，也有被说到2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的官员有一日在3月1号的时候，避免简报当中有向国会的幕僚坦诚，其实情报上面根本没有显示伊朗有计划先发制人的攻击美军。所以美国的官员卢比欧说的话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呢？好，纽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安迪金他说川普政府所称的任何威胁，有很多可能都只是伊朗对我们在该地前所未有军事集结的反应。那这是川普先决定做什么再让政府寻找他们行为辩护依据的一个案例。好，所以你看到卢比欧嘛也特别讲说战争的目标是摧毁伊朗的飞弹还有无人机计划，我们希望伊朗人能够推翻这个政府，并为该国建立新未来，希望能实现
所以现在大家觉得川普政府一直讲说要先发制人，但是伊朗可能本来就没有这计划，是不是一个谎言的借口被戳破？那现在急着再用其他的方式再补强。好，那哥大的教授杰佛瑞萨克斯也有一些相关预测，我们大家来听一下。T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impose a stable pro-US regime in Iran. It's not possible. No operation that the U.S. has undertaken of this sort has been like that anywhere for decades. Failure. This time, there are not even planned to be troops on the ground. How is the United States going to run Iran from afar? There is no answer. There is no answer 确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上也常常讨论说他不太可能动用地面部队，那也很难建立一个亲美政权的话，那到底要怎么做呢？所以很多人原本预测川普是不会打伊朗的，结果没想到他还是动手了。Maybe 这个醉翁之意不在酒。好，我们来看到伊朗报复成了脱缰野马嘛，因为我们看到沙烏地阿拉伯的首都遇袭，美国驻利雅得大使馆爆炸烧成了火球的画面曝光。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是美国驻沙国利雅得大使馆3号的凌晨遭到伊朗攻击。好，这比较最新的一些战火讯息好，现场的烈焰烧成一片火球，阿联酋已经证实是遭到了伊朗大量的飞弹袭击。好，那现在中东的战火看似也在升级当中，那专家就揭露说伊朗的盘算，那就说目前的情况之下，除非是让美国付出更大的代价，要远高于现在，否则德黑兰似乎很难同意停火，甚至不排除以美国的伤亡作为筹码。那伊朗发射了最先进的飞弹，要攻击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办公室。那说伊朗已经把这个精锐的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有声明说他们发射了叫做科兰沙尔4的飞弹，攻击的就是纳坦雅胡的办公室。好，不过伊朗的这个声明讲完之后呢，当天伊朗通过这个大规模的无人机跟导弹的这个袭击，也瞄准了巴林的这个美军的空军基地，但是似乎看起来这个以色列有做一些回应说他们没有人员伤亡。好，那现在美伊的冲突看起来还没有一个结束。那当然，川普说应该会打4周，这是他给出的数字，但有没有可能只打4周呢？我们先问厉将军。这是很明显的，我认为美军已经陷入所谓战略被动，反而伊朗这次掌握了所谓的战略主动而且伊朗，我们从这个开战到现在，今天是第4天，你看伊朗打的是有板有眼，按照他的作战计划一步一步的在打。那第一个我要讲的，伊朗示范了什么叫做去中心化直管。这我们经常在我们这个汉光兵推的时候，我们台湾经常在讲那这次伊朗就做了这个示范。你看一开始，他从这个哈美内伊以及他40几个这种革命卫队的领袖被这个斩首之后，但是他后续的作战行动完全按照计划来，一步一步在打。我现在用几个例子从一开始来分析给各位听。一开始我们看到伊朗打的是什么目标？伊朗第一个打的是位于这个美军的这种跟我们台湾一样的铺路爪长程的雷达站，5000公里的雷达站，他先将你雷达站第一个打掉，而且他用的只是一架廉价的这种见证者136无人机就将你摧毁。摧毁之后，等于你的眼睛被打掉，你就没有情报，没办法做空中的指挥管制，那你也没有办法掌握到伊朗发射的导弹对你什么地方攻击，你就没办法打，也等于眼睛瞎掉了。第二个，我们看到他打什么地方？打80的第5舰队指挥部的位置，将你的指挥中心打掉，断掉你的指挥管制。这2个效果从什么地方看得出来？从我们昨天看到科威特自己误击3架美军战机就看得出来。这个作战的效果这当你空中直管通信全部断裂、全部乱了套之后，你就会发生自己的误击事件。那第3洞，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打什么地方？他先打的是用无人机，总共打美军在这个波湾地区的27个基地。然后大家都以为说，你会不会对这6个波湾国家，阿联酋啦，这个阿曼这些国家这个乱打一通？其实他不是。他是故意的，我打你这个地方，目的在什么？目的在牵制。作战讲究的一定要
牵制跟打击一定要配合。什么叫牵制？我把你的美军的所有反导的这种爱国者3型雷达全部牵制在这边。那试问一下，像阿联酋、像阿曼，我提供你基地，结果你在这个地方你弃我于不顾，你把这个爱国者3调到别的地方去，那我会不会跟你抗议？我一定对你抗议啊！所以说，美军这时候他的爱国反导，甚至于这个防空的力量，都必须被牵制在这个海湾地区这27个国家。好，我把你牵制在这边以后，你的反导系统不能动之后，我开始打你哪里？开始打你以色列。所以昨天开始，我们看到以色列开始，所以我认为这个我们讲就打仗要讲究集中跟节约嘛。我认为不管这些东西对伊朗来讲是他节约兵力的地方，所以他用的是一些廉价的无人机、短程的导弹，反而他之后集中他的优势的导弹战力，以及结合在北边黎巴嫩真主党，甚至于南边的胡塞组织，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在以色列。而且这次我们看到他对以色列的攻击跟去年不一样。去年以色列防空拦截大概拦截率初期的时候还有将近98%，只是偶尔有1-2颗没有拦截到。但是这一次一开始他又破防了，一开始以色列的参谋本部就已经被命中被打到，就代表说是以色列现在的防空系统已经不如，而且美军可能没有能力将所有导弹防空的导弹部署在以色列，造成以色列的破防。所以我觉得伊朗这次打的是有板有眼。那之后我们在讲战术方面来讲的话，伊朗首先对于简单的地方，它分配的是廉价的无人机，或者是短程的导弹，或者是旧型的导弹消耗你美军跟以色列的防空拦截导弹之后，它从现在开始，你看到它开始用这个比较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来对以色列攻击，所以我觉得它主要目标是在打以色列。好，所以将军认为它是有它的节奏的，赖教授怎么看？从战事发生到现在美国跟以色列很明显的没有赢这场战争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已经有效的击杀了49位这个伊朗的高层人士49位，但是他们最早的一个目标是认为他们把这个高层人士击杀了以后就可以推翻这个政权，伊朗的这个几百万的反对者会走上街头接管这个政权。可是问题是，伊朗是8800万人到9000万人的一个国家，那只有几百万的反对者，可是8000多万人都是支持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的，他们现在的这个政府，那怎么可能少数人去支配绝大多数人，而没有他足够的武装力量？而且本来民主政治的原则就是多数支配少数，不是少数支配多数嘛？那怎么会是少数来支配这个多数的逊尼派的8000多万人？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战前的时候，我们就说你不可能透过轰炸你就能够这个推翻这个政权，掌握这个国家，不可能的事情。好，那现在证明这个川普在昨天找了《纽约邮报》，而不是找《纽约时报》找《纽约邮报》。我们都知道《纽约邮报》是一个小报，是很右翼的。它的背景是谁，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不是找《纽约时报》，找了一个这么小的的一个右翼的报纸来去讲，说他现在是个战略目标，那很明显的就把推翻政权拿掉了，这是改变了他的战略目标了。改变了战略目标，也就是不再推翻，因为他没有能力推翻伊朗的政权，也跟他之前的判断不一样了。也就是说，他之前的判断严重的错误，他不可能这样子就推翻了政权了，所以他的判断错误，他要负判断错误的政治责任。可是他悄悄的把另外一个目标拿上去了，也就是他害怕，也就是很有可能，川普已经拿到了一些情报，说伊朗这场战争的外溢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外溢是怎么样呢？伊朗很有可能就是毫无底线的了，提供资金、技术、人员，也包括武器装备给他的境外的这些支持同情伊朗的组织或者团体，这包括了我们看到胡塞组织、真主党，甚至包括欧洲、美国境内的恐怖主义组织都有可能获得。
那这样的情形，未来在美国境内跟欧洲境内爆发恐怖主义的冲突，很有可能从2003年美国攻打阿富汗，2001年打阿富汗，03年打伊拉克之后就爆发了恐怖主义攻击，很有可能在欧洲、在美国又开始兴起。所以他提出第4个目标，我觉得他把这个潘朵拉的盒子一打开，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川普。好，袁教授怎么看？你可以了解到哈，美国有一个错觉，就是从去年啊5月6月的时候，就12日战争的时候，伊朗是非常克制的啊，感觉上的话呢，都是那个没办法发挥自己的力量，大家对于伊朗的话感觉上能力有高估，但这一次的话呢，我们会发觉伊朗像疯了一样乱打，伊朗这个打的为什么这样？我要让大家能够体会一下哈，哈梅内伊的死啊。被杀，而且是被骗杀啊！哈梅内伊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什叶派总部，他是领袖啊，这个等于是对于罗马天主教世界把教宗暗杀掉一样的道理啊！你知道吗？伊朗有9000万人啊，他们绝大多数伊朗不但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什叶派的教徒啊，而且伊朗的话呢，在中东有伊拉克啦、叙利亚啦，或者说是这个黎巴嫩啊，这个北部啊，就是说原来这个真主党啊，还有这个哈马斯啊，还再加上也门啊，就整个中东都有什叶派教徒啊，其中最高的领袖就是哈米亚。那你在这种情况下把他骗杀，记住啊，不是暗杀，是骗杀。为什么呢？因为哈梅伊啊告诉大家说，反正啊，美国只要求我们不要发展核武，我们不发展核武，但美国的话呢，要我们不要发展导弹，对不起，做不到。那继续在谈，而且马上就要准备啊，要准备谈了哈，叫3月份的在准备谈，就在这个时候，所以美国这个以这种大国的身份干了一件偷袭的事情。而且美国是3大窝囊啊，第一大窝囊的话呢，是以色列先发制人啊，是以色列先攻击后，美国才跟得上啊。那一个大国就坐实了，我平常在节目都在讲，美国跟以色列是有亲属关系，但谁是爹谁是儿子，那就搞不清楚了。那现在一看非常明显了，对不对？那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美国本身的话呢，川普喜欢吹牛啊，带着海克塞斯啊，带着卢比奥都一起乱吹，因为他们原来的目标啊，就是说是要能够不准伊朗发展这个核武，伊朗对美国没有办法构成任何威胁。我也不喜欢伊朗这个政权，我也不喜欢神教国家，我也不喜欢伊朗现在目前发展的态势。但是人家自己做了这个选择啊，你总不能够说破坏一个主权国家，同时啊，你用偷袭的方式啊，所以美国的话呢，觉得很丢脸。不是我说的，美国国内的所有的国会，他是绕过去，没有通知国会，那这个事情是极其严重，发动战争。然后川普一下子话呢，发觉情况乱了。这个人真是又笨又坏呀！他笨到什么程度？因为我在平常啊，都跟我们将军在一起啊，他们都讲说，美国库存的武器啊，最多7、8天吧。啊，合起来加以色列7、8天，那现在讲他自己讲打4个礼拜，我跟你讲说良心话，我今天领带本来想打红色的，我想庆祝一下啊，那美国就被拖下去了，出不来了，我告诉你。所以28天恐怕对美国来说也是一项考验哦。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美伊之间的冲突会不会影响的是川习会呢？好，其实我们也知道，川普一直讲说我要到北京去哦，而且时间呢，之前报道也曾经说过是在3月底。好，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北京这边的反应哦。媒体也再度问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啊，说针对川普月底的访中到底能不能成行哦，他给了一个蛮特别的回应哦，他说啊。中美就2国元首互动保持着沟通。好，那对于具体的问题，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讯息，那仍未确定这个川普访北京的具体时程。好，所以呢，大家就一直在想嘛，到底还会不会有一些变数呢？哈，那前中国大陆的驻中东外交官哦，则认为说啊，无论局势的变化，那北京的经济影响力哦，会使德黑兰持续参与其中。好，那美伊的冲突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川习会哦？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一样，好，也是有讨论到说啊，关于美军军事行动哦，中方没有提前得到通报。好，美以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哦，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违反了国际法。好，中方对战事外溢波及到周边国家哦，深表关切。
好，所以对于川习会没有给一个确定答案，但是有谴责美国跟以色列的行为。好，那美国对伊朗的行动的终极盘算到底是不是中国大陆呢？我们看到美国智库的学者李布瓦他就讲说，这场行动的真正目标，他觉得是冲着中国而来。北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跟金钱把伊朗打造成结构资产。川普当局直接攻击伊朗，那就是正在拆解中国在中东架构的一个重要支柱。好，所以现在呢，对于美国跟以色列攻击伊朗的行为，上合组织发生了，好说要保护伊朗的国家主权、安全还有领土完整。好，我们看到上合组织也发布关于这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局势的声明，他们认为使用武力是不可接受，而且他们也必须确保伊朗的国家主权、安全跟领土完整。那甚至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也特别在2号的时候跟一些国家的外长通话，包含的是伊朗、还有法国以及阿曼等国外的这个外长来通话，他们就讨论到说这中国大陆已经敦促美国跟以色列要立即的停止军事行动，而且是重申说中国大陆是珍视中国跟伊朗传统的友谊，那也支持伊朗捍卫主权、安全、领土完整跟民族尊严。好，所以你看王毅说的话，其实跟上合组织的说法是雷同，是几乎一样的。好，那王毅跟法国的外长巴罗通电话的时候，巴罗也强调说法国跟中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好，对维护国际和平跟安全是有特殊的责任。那阿曼的外交大臣巴德尔则说在阿曼的斡旋下，伊朗跟美国的谈判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是美国跟以色列竟然抛弃已有的谈判成果，还发动战争，所以他说令人相当的遗憾。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阿曼的外交大臣也讲出一个状况，就他们原本以为事情不会沦落到这种境地，结果却变成一发不可收拾他说美国、以色列竟然抛下已有的谈判成果。好，那中伊外长通电话，王毅说支持伊朗维护自身正当的合法权益。那莫迪则是蛮担心中东的局势他呼吁要对话，还要再用外交途径来解决争端。好，我们来看莫迪怎么讲他说印度的立场十分的明确，也就是希望能够维持和平跟稳定。我们对中东当前的局势表达关切，那印度也支持透过对话跟外交手段解决所有的争端。好，莫迪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有通电话，好，那讨论当前的局势，而且强调尽早这个停止敌对的行动的一个必要性。好，但是我们也看到通电话是一种外交行为的一种延伸因为如果我们两个可以通电话的话，有一些不同的策略可以来进行。但问题是现在中东已经不一定能用外交的方式来进行因为真的是战火连篇好，那就加上了美国的状况这个局势更加复杂。那除了这之外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全球都会被影响的，就是原油的大动脉，主要还是因为赫姆兹海峡因为它关闭滞留，有很多的货柜厂现在都停在这边，而且伊朗是放话说如果你敢通过，我就开火。所以这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司令，他在2号就发出警告，说荷姆兹海峡已经关闭了，如果有人试图通过我们这些英雄就会对这些船只来开火。好，那伊朗宣布封锁荷姆兹海峡，美国的情报单位评估这水雷相当的惊人，他们则是评估大概有6000枚的水雷那有在这个航道上面那水雷会构成非常严重的非对称的这个威胁，那以及油价跟天然气的价格飙升，伊朗报复波及了能源供应，那波湾多国的油气设施也停摆，所以可以看到沙烏地阿拉伯最大的国内炼油厂因为无人机袭击而关闭，这是我们带您看到的画面。好，那卡达能源也说已经暂停了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好，位在这个拉斯拉凡的这个和梅萨伊德的设施也被伊朗的无人机来进行攻击。好，这都会让这个液化天然石油气飙升。好，那当然也很担心这个储油槽满了，所以荷姆兹海峡如果封锁25天，中东的产油国恐怕就会被迫停产，那全球的能源供应势必就会拉警报。好，那我们刚开始看到的川习会到底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先问赖教授。我觉得当然会受影响我们根据阿曼的外长讲的话
阿曼的外长很明显的是事先不知情，所以他是被川普利用作为一个工具啊，好像川普装的有诚意要跟伊朗来谈，所以找了一个中间的斡旋者，那就是阿曼。阿曼也很努力，也很有诚意在斡旋，结果他被川普戏弄了，被玩了，被骗了。川普的女婿啊，库什纳跟川普的密友，如果他们事先不知情，那他们也是被川普出卖玩弄。我觉得连自己的女婿都可以这样出卖，川普的道德底线到底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这两位知情，而他们在演这场戏，那这两位就是帮凶。以后他们两位再出去谈什么，大家都会打了一个折扣，说你们到底有多少诚意？那你想想看，从阿曼这个角度来看，川普你到中国来访问，第一个就是你跟中国的谈判诚意有多少，可信度有多少，信用有多少，这是一个大哉问。大家对于你这样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于透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大家不信任了。我觉得国与国之间毫无信用可言，这就是毫无信任感，这是很危险的。第二个，那你打了上海合作组织跟金砖国家的成员国之一的伊朗，那你现在打了以后，你现在到中国来，我要用什么规格来接待你？我要用什么态度来接待你？这个对大陆来说，那当然没有办法热情的、开心的拥抱跟接待。所以我个人觉得变数已经发生了。那当然，这个是要看你川普你要怎么去摆平解决这个问题啊。对川普来讲也是骑虎难下了，因为既然推翻不了这个伊朗的政权，可是战争一直打下去的话，其实对大家都不利。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学者他所说的评论，他的分析逻辑不通。为什么？因为大陆在中东地区，它并不只是跟伊朗交好，它跟沙特更好，它跟以色列也很好。大陆跟以色列的科技合作，尤其是在半导体这个部分里面，深度是很深的啊。还有跟沙特，你看未来城市谁帮他兴建，而且谁是中东地区沙特的最大的买家，石油的买家是中国大陆。阿联酋，大陆跟阿联酋跟沙特的合作，不管是未来城、科技城、绿能啊，全部都有深度的合作。那各位想想，中国大陆跟伊朗跟沙特都这么好，把他们两个拉在一起，而大陆当初提出他的中东的战略，就是把伊朗跟什叶派跟逊尼派和解，再把这两个大派系跟以色列和解。那请问一下，即使你伊朗转变政权转变过去的话，那这个伊朗还是要改善跟沙特的关系，也要改善跟以色列的关系，这个对中国大陆哪里有一点不好？更何况在地缘政治中，中东这个地方是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商业贸易的外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怎么可能说啊今天啊就变了？我觉得有些美国的学者啊，真的是有一点弹头啊，读一点书啊，真是这么年轻，没有好好的把基本学问打好。好，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川习会还是会照常来实施。但是他们两个所谈的内容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看出来中国这时候的立场，其实他已经抢到整个这个国际舆论的制高点，他是站在一个劝和的立场，说双方立刻停下来，不要打，我们好好来谈判。但是反观欧洲有一些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英国来讲的话，他们甚至于扬言要参战。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们马上看出来谁站在所谓的国际正义的制高点，那不就是中国吗？不要忽略了当初这个伊朗跟沙特两个让他们能够坐下来，能够接受互相坐下来，能够和平，那不就是中国那时候牵线？可见中国对伊朗是有很大影响力，尤其是中国在从伊朗购的油将近14%的油是从伊朗购买的。中国对伊朗的油有依赖，但是相对的，中国对伊朗不管是在政治或经济上面也有很大一个影响力。大家之前会有一些传言说，中国这次是不是提供了武器给伊朗？其实毛宁那天在记者会上面已经正式的否认，说没有提供鹰击12等等这款导弹给伊朗，因为如果提供给导弹的话，那可能他就失去了所谓中立的立场。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中国现在是在观察这场战争的后续变化，因为现在这刚开始打，那3个月月底等到川普要来访问的时候，这场战争到底是伊朗会获胜，
还是美国会这个落荒而逃哈，或者是说最后自己鸣金收罗，找一个台阶自己下来，现在还很难看得出来。但是这后续的变化绝对会影响到川习两个人见面，当做谈判的筹码。但是我个人认为说是这次来讲，中国在这方面如果赢的话，如果说川普想要一个台阶下，他可能必须要习近平帮他这个忙给他一个台阶，让他跟伊朗那边讲说，哎，我们是不是又恢复重新再谈判干什么？可是川普这一次做这件事情这个贸然发动攻击，我们台湾经常讲说，哎，我们不能以美，不能以美。现在试问一下，不只是我们台湾要以美，我相信中国都以美，包括到这个这个包括到伊朗或者是波湾这些国家，大家都以美，因为讲话不守信用嘛，还是在和谈之间你就动手了，那你们怎么叫我们不再以美呢？对，好，所以将军认为还是会有川习会，但是内容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岳教授，我觉得真的是很难的。我要是有能力做全我没那个能力。我要有能力的话，我就叫他你去你妈，别来了。我真的觉得非常生气。为什么呢？逼的啦。因为美国对不起因为美国这个泱泱大国干的这种偷袭的事，比偷袭还不如啊。因为这个实际上呢，川普这个人真是又笨又坏他首先他笨的原因就是说他是听以色列的话嘛。那你听以色列的话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以色列得到了情报，他发觉有利可图，有商人心态，然后直接把这个哈米尼打死了以后的话呢，我刚刚已经说过这种情况。那伊朗现在的话呢，就是说你刚刚讲的去中心化的话呢，每个人负责就把所有的这个导弹都无人机往外推出来。那现在的话呢，美国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派出飞机来轰炸所有你所预估的储存的地方。那伊朗山多嘛，他们都放在地底下嘛，所以现在美国对于这个伊朗都是用钻地弹嘛。但是我不晓得美国到底有更多的钻地弹，还是伊朗有更多的无人机加导弹。那这彼此之间是个消耗力的那个补充但是至少我相信到3月31号的时候，这场战争没结束你不是说有4个礼拜吗？我们可以算得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我个人会深深觉得说是，如果这场战争没结束的话呢，那你上合会当中的国家，除了中亚那个4国没有土库曼了那其他的话加上巴基斯坦什么的，都是一些讲好的一个军事上的同盟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那其中就有一个印度，那印度真的是不重要，因为印度跟这个以色列的关系超好，超级恶心的就是说这个以色列是父国，印度是母国，什么这种话都说得出来，就被人家构成了很大的误解。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把话说回来我讲一件事情其实我刚刚听了很多，我有一点难过我觉得大陆的这个不结盟的这个原则实在来讲的话呢，你如果没有秀你的实力的话大家不要忘了这个2024年吧，就是说是大陆把这个伊朗跟那个沙特就拉在一起嘛，开了叫做北京协定，对不对？大家记得嘛？说垮就垮对不对？那这一次的话呢，以色列大家打开地图一看，以色列能够先发制人战争，那不从这个沙特头上飞过去有什么办法？那沙特开放了领空让它飞过去所以你做了很多的努力。现在来讲的话呢，你这种你就是强调和平，强调不结盟，强调一切叫大家这世界大同其实我也本来也相信世界是应该大同的。但是我现在开始发觉，那如果你不展现一下实力的话，人家没把你当回事那现在川普这个人又笨又坏的话，大家发觉很不得了。你现在看到新闻，我这几天基本上都不看美国新闻这美国新闻都讲美国赢麻了都是他讲的那一套对不对？那感觉上呢，伊朗好像说垮就垮，9000万人的国家，你说换就换，而且是整个世界上什叶派教徒的核心那这个怎么可能的事情呢？你就光里头，我跟你讲你如果说是把伊朗政权一换以后全世界各地冒出来的不要命的，美国 Texas 不就发生一桩吗？那挂着伊朗的国旗就乱开枪，打死3个人对不对？那你这个还得了你这个世界大乱你还要不要过日子对所以对不对？美国做这样的冲击其实最后可能也会反噬。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都不好意思讲，我们主持人。好，现在美国跟以色列针对了这个伊朗来进行轰炸，很多人也认为说有可能是川普为了转移他国内现在关税输了。好，所以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联邦上诉法院现在是驳回了川普政府延后关税退款的请求。
好，这美国的最高法院否决了川普的对关税之后，对等关税。好，那联邦的上诉法院在2号又驳回了美国政府希望延后关税退款诉讼程序的请求，那命令要立即的重启相关的法律程序，而且把案件发回美国的国际贸易法院。好，那当然现在大家也很关心晶片战的部分也就是辉达的 H200最终的出口又在受限吗？好，因为现在美国的官员正在评估是否限制辉达向单一中国企业出口人工智慧加速器的数量，所以如果这个政策是确定拍板定案，那这家的晶片制造商重返中国的这个关键市场的努力就会面临很多的障碍。那从晶片到6G， 现在呢，辉达是希望能连揽12巨头组联盟。那专家有一些讨论我们来看这个辉达现在是确保未来6G 的基础设施具有开放性、智能化，那希望能够加速创新，而且维护的是全球的信任。好，那当然现在说除了传统连接功能之外，6G 也会成为一个物理 AI 的基础架构，那支撑数十亿台的自主机器还有这个车辆、感测器跟机器人，并对安全性跟可信度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好，那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印度跟加拿大，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他们关系变得蛮好的我们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大家对他其实因为他之前在讲这个中等国家的时候让人眼睛为之一亮，而且还到了中国大陆来做一些沟通，所以现在他还是在出击他的外交的部分。我们看到他到了印度来跟莫迪见面。好，那他说此次的访问标志着一段艰难时期的结束。那更重要的是标志着2个自信且互补的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新的而且更具雄心的伙伴关系的开始。好，为什么他会讲这话呢？我们帮大家讲一下背景主要就是因为渥太华曾经指责新德里策划了温哥华发生的加拿大入籍锡克教分离主义者遇刺的事件，所以当时2国的关系相当紧张。所以卡尼这次的访问也是为了修补这个紧张的关系做出一个最新的努力。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卡尼在2号的时候在新德里跟莫迪会面了。好，那他们就只说我们是一家人。那卡尼同时也邀请了莫迪回访加拿大，那莫迪也已经接受了邀请，但是还没有定出一个时间表。但这2国都同意要加强经济伙伴关系，争取今年底前完成全面经济伙伴协议的谈判。好，所以卡尼有讲这不仅是关系重建，也是一种新的抱负、新的焦点、新的远见之下拓展一段珍贵的伙伴关系。所以2个充满自信的国家会携手的规划未来。好，那这2个国家呢是希望在年底达到一个自贸协定，那这是要签署26亿美元的铀供应协议。好，那印度政府跟加拿大的卡梅科公司也将合作建设一个小型模组化的核反应炉，还有一些先进的反应炉。那2国就寻求一个贸易多元化，那减少的当然就是美国的依赖，而且在清洁能源跟关键矿产还有农业的价值链上面要加强合作。好，那卡尼我们也知道他在瑞士达沃斯论坛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中等国家的这个合作呼声。那这让澳洲的国安国家的这个布兰蒂斯也指出说澳洲应该效仿加拿大，也就是要推动中型国家的合作。好，但我们也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卡尼主要的一系列动作跟莫迪突然交这么好，那当然也是希望能够摆脱美国的一些依赖啦，正在开疆辟土。好，那我们要再看到高市因为中东很紧张，但是高市还是照常坐飞机到石川县来为知事选举站台，就被批嘛说政治活动置于首相的职责之上。那高市在演讲的时候就坦言说在伊朗发生了大事，他确实有曾经犹豫到底要不要登机。但是最后结果我们看到他还是登机了，而且也去了，而且当天虽然返回了东京进入官邸，但已经是晚上10点之后了好，那高市早苗对于这个伊朗的核项目有谴责，说日本一直支持美伊就核问题进行谈判，那伊朗必须停止在该地区带来不稳定的活动。那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干事长铃木俊一则是敦促高市你要谨慎一点，不要仓促的评估形势。他说不能对单一的事件就进行了全面的谴责。
好，那日本有超过九成的原油都是仰赖进口。高市说他们会确保稳定供应。那中东的军事冲突会不会影响油价呢？这是有可能的嘛，所以现在日本的加油站哇是涌现了大量的车潮，大家有一些恐慌啦，这就是最大的危机开始。好，我们一样先问的是赖教授有关于这个关税的部分。关税，川普已经没辙了他主要的这个关公的这个青龙偃月刀已经没有了，其他的都是那个削水果的小刀。什么301啦，或者说请了122啦等等的，那个都是小刀。为什么？因为它的限制很多，301你还要经过调查，还要经过特别项目等等的一系列的程序。那122那是更严重了122因为有效期就150天，最高就有15%的关税你要延长，你要经过国会同意等等的。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川普来讲，他真的也是没辙了，没招了。所以之前还讲说什么我有4大武器，我说鬼扯，你是4把小刀。那现在证明确实是4把小刀，4把小刀完了以后怎么办？那就是晶片嘛。可是问题就在于，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是晶片需求量最大的一个市场，它也是出口的最大的市场，尤其是成熟制成的晶片，它是出口最强大的，进口也是很强大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英伟达到目前为止 H200一片都卖不进去，那很明显的就是大陆不要英伟达的晶片了。我觉得这个态势越来越明白。那两会马上要召开了大陆的这个两会就是明天开始了我们看到他们今年要审查的是15计划，在这个15计划中，一定会去审查到有关于中国的这个量子、机器人，还有 AI。人工智能跟半导体的发展，我觉得这5年是一个关键年，中美的一个生死的较劲的作战年那当然，在 AI 这个部分，绝对只有中美的天下，其他的国家都没有了。坦白说，都靠边站了。那问题就是，中国跟美国如果以目前的2套系统这样走，因为美国走闭源，中国走开源的话，这个世界以后就是2套系统在走，谁也没有办法吃掉谁所以美国也不用担心中国会把它吃掉。可是美国也不用以为它能够吃掉中国，都不可能。这2套系统继续走，可是问题就在于6G 谁先快？为什么黄仁勋会着急？因为目前看起来6G 中国的速度快于美国，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电力够、晶片够，还有6G 的目前的它所能够拿到的国际的专利、智慧财产权，几乎大部分都在中国手中。所以6G 的频宽很快，速度更快，它非常适合于无人车，也就是黄仁勋一直在强调的，叫做物理 AI。我们都知道 AI 有2款，一个是物理的，一个就是这个也就是我们把它称之为实体了。一个是实体的，一个就是非实体的软件的。我们一般现在目前各位观众朋友在网络上用的，其实都是软件的。可是问题就是，你用在 AI， 你用在实体上的话，就是机器人、自动那个生产工具、车辆运输，甚至未来的无人机，它完全会使用 AI。完全会使用 AI， 它要靠什么？无间隙而且安全，要靠的是6G。6G 目前来讲，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在准备要开始运转了，商业化运转了。所以以目前美国的速度的慢我觉得在6G 也应该还是中国的天下，就跟5G 情况一样。是，好，我们接下来问苑教授。对，我这个先告诉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是这个一开始讲到这个美国的这个驳回这个政府申请一定要讲清楚因为这个从这个上个礼拜以后呢，美国最高法院判这个川普的这个关税，就是所谓的对等关税就是这个去年的这个4月2号开始的话呢，是违宪，不是违法就说美国总统没有这个权利，这个权利是抽税是放在国会里头。那这一旦的话呢，他一旦违宪以后呢，他说的自己还有很多别的办法，那其实就是已经很明显是一个 game over 的状态那个最重要的公司像 FedEx 啦，还有 Costco 我等一下要去的 Costco 都已经开始要求美国把关税退回来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一共有1800家要求退回1800亿美元的关税。大家想知道的话呢，那这里面所产生的一个
目的啊，最主要的麻烦了，就是让川普难看。现在川普的难看呢，分成4个方面了啊。第一个的话呢，你这个关税收不到的话呢，你这个主要主打的政策，他自己称自己为 Tariff King 关税王，结果搞了个半天成这个鬼样子，还违法违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他自己在国内的话制造这个分裂啊，要赶到把这个非法移民赶走。非法移民赶走不是单纯这个人家要不要移民的问题，是美国的经济结构当中就已经有非法移民的位置了。那现在的话呢，大家很多人的话呢，有身份人不爱做事，没身份人的话呢又被抓走。然后第3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是大家搞到这个目前为止，美国卷入这场中东的战争。他这个战争的话呢，他自己保守估计爱吹牛的川普都讲要4个礼拜，4个礼拜的话那还得了啊？美国打这是靠什么东西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每天死亡的人数，现在他说死3个人4个人，我看到 BBC 说已经死了至少6个人以上，那么这个节节升高。然后第4个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大家知道11月份的时候，中期选举之后，川普是大败无疑啊，绝对会失败啊！那他不是走上极端啊，就是他取消选举或者怎么样的话呢，要不然的话就从此跛脚，一路上的话呢，他自己强调不断的被弹劾。那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刚刚会想到说，川普这个人本身来讲，他来中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挽回他的中期选举，他没有别的目的啊。那么这个里面想法的过程的当中，他这个人没有信用，你跟他谈根本没有用，他答应什么的，他根本都不管你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从这个人，这人家放羊的孩子的话，连骗3遍都没用了，他骗了30遍，对不对？这根本没有用的人，你跟他谈什么？叫他来干嘛呢？对不对？啊，这根本没有意义嘛。就是他来的话呢，顶多吃好睡好，然后大部分就走了，就啥事也没干了。他讲话都不算话。你人家的元首访问、国事访问是很认真、很重要一件事情。那你基本上的话呢，都没有做任何事情。所以我觉得说，现在这个世界大乱，一定要把这个乱源抓出来，最好把这个哪里莫名其妙冒出来乱源。一刀砍下去最好。好，李贞杰教授。这荷姆斯海峡封锁日本高市早苗居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警惕性。你知道这个伊朗来讲，他以前从来不封锁荷姆斯海峡，包括2伊战争期间他都不封锁。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油也要从这里出去啊，然后它会影响到周边国家，包括到卡达啦、科威特啦、阿曼这几个国家也要输出油，都要从这里走。你一封锁之后，是不是对这些国家，对于他们同样都是穆斯林国家，都会造成影响所以他2伊战争期间他都没有封锁，但这一次他真的封锁了。其实这是全世界的一件很重大的事情。那我想影响最大，但美国影响不大，他自己本身有油嘛。中国其实还好了中国虽然说每天从这里运出来这个2000万桶里面有1100万桶是运到中国去，但是中国还可以跟俄罗斯那边还可以买油买天然气，他自己还有这个太阳能等等水力发电这些能源。但是最惨的就是日本跟我们台湾，因为我们很多原油或者是天然气必须要从这边走。那高市早苗居然到现在为止这个一点都还没有这种警惕心，好，现在还没有赶快紧急应变的措施。另外，我觉得从这次的波湾战争，这次的中东战争，也让我们有个感想那日本你自己要重新思考，你要不要再把基地借给美国？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伊朗等到这个狗急跳墙了，他周边国家他都打，对，那只要是有美军在这边基地他都打。那之后如果说是当台海两岸之间发生的战争的话，那你美军在日本的基地，如果说你日本敢把这个基地借给美军，美军利用这些基地来当做后勤运补的阵地那这个解放军就合理的对你来实施打击。所以日本自己也要考虑到，你这个安保3原则，你现在还要不要这么靠向这个美国反而我们看韩国这把很聪明，韩国上次过年的时候，他不是这个因为美军这个从他基地起飞的 F-16战机10几架到东海那边跟中国战机对峙之后回去以后，因为他没有这个美军起飞的时候没有跟这个没有跟韩国政府讲清楚，我们就看到韩国的国防部长跟参谋总长跟这个美军驻韩司令官来抗议，那结果驻韩司令官也知道自己理亏，马上道歉了。我觉得李在明这点做得很漂亮。如果说真的是台海有战事的话，我相信韩国这个动作做得很好。他从波湾战争之中，我相信从这一次的波湾战争，他更可以体会得到自己国家在这种地位里面，最好不要把这个基地借给这个美军，不然的话会给自己国土招来打击。那你自己招来打击，你不是白打吗？